父亲带儿子做了结扎手术， 애 공부에만 집중하라고 시킨 겁니다. 可千防万防，他的女儿竟然怀孕了，还将胎儿放在妈妈的包内，遗弃在垃圾堆中。很快，警方根据胎儿信息展开调查，最终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女孩哥哥，因为他今年没有去医院复查结扎情况，并且妹妹出事当天他就躲在家中。哥哥见警察找上门，急忙说不是自己做的。浩凯问妹妹出事那天为什么躲在家中， 제가 얼마나 사람 빡치게 만드는지 알아? 原来那天哥哥在认真学习，妹妹不断的上来挑衅，说他这些题自己用脚都可以比他做得好，气得哥哥一把将其推到床上，然后狠狠掐住他的脖子。就这样持续了几秒钟，突然发现妹妹情况不对，赶忙将手松开，可妹妹还是不依不饶，上来就给哥哥一巴掌，拿着他的书本跑了出去。哥哥见状准备打回来，却看到妹妹直接坐上了阳台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只见妹妹将他的书本从25楼丢下去，还有哥哥的铅笔盒。 내가 직접 떨어지면 어떻게 될까? 네가 밀었다고 할 건데. 哥哥感觉他疯了，突然听到下方警笛声，哥哥为了怕担责，索性直接躲在了房间里。 죽은 아기랑은 진짜 아무 상관도 없어요. 내가 미쳤어요. 可浩凯还是不相信他，父亲也指责浩凯是不是太过分了。可浩凯认为父亲也有嫌疑。很快，国搜科那边打来电话，所有人都陷入了紧张状态。 송재준 씨, 송민주 씨 두 분 다 사산아의 친부가 아니에요. 예? 거봐 내가 아니랬잖아. 妈妈也指责他侵犯人权，怎么会有这种疯警察？父亲也决定起诉他。妈妈率先反应过来，问女儿到底这是怎么回事，结果被女儿一把推开。父亲见状，冲上前就给了他一巴掌，质问他孩子到底是谁的。浩凯也蹲下来问女孩，到这时还不愿意说吗？ 차라리 죽는 게 낫지. 回去的浩凯看着 DNA 报告，让他很是自责又庆幸，自责自己不应该跟着感觉走，庆幸的是这孩子与他家人无关。这时小雪又提供一个线索，死去的吴成与女孩在辅导班走得很近，从老师口中得知，吴成之前成绩都是名列前茅，不知为何成绩突然急速下降。随后他们对死去的吴成展开调查，由于尸体已经火化，不可能找到 DNA。 突然，浩凯想到了什么，于是立马拨打了小雪电话询问。从小雪口中得知，吴成生前做过阑尾炎手术，并且切除的组织还保管在医院 ，DNA 问题完美解决。浩凯也决定这是最后一次提取 DNA， 如果还失败就彻底放弃。这次他们决定用排除法，首先让同事在学校放风，说医院还保留吴成生前的阑尾炎切除组织，所以孩子生父很快就会浮出水面。实际上，看看能不能引出真正的凶手。这件事迅速在学校传遍了，真是比狗血剧还狗血。 与此同时，浩凯来到医院，希望能让组织保管室1天不上锁。医生让他说出原因。토끼머리 아시죠? 晚上，他们躲在一旁观察着，突然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果然有人进来了。就在他要拿走吴成的组织时，浩凯直接冲了出来，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傻眼了。来的人正是学校副校长。他们问副校长为何出现在那里，副校长也是一脸的无奈。原来他之前和一个女人从酒店出来后，回到学校就发现那个女人竟然是自己学校的学生，女孩更是拿偷录的视频作为威胁，让副校长将提前考试的试卷拿给她。这也是女孩每次考第一的原因。只有这样，妈妈才不会责怪她。所以那天听到要调取吴成阑尾炎组织时，副校长就萌生了一个想法，想到自己也做过阑尾炎，又不知道孩子是否是自己的，所以来到医院拿走自己的组织，想和吴成的调换。反正吴成已经死了，就算查到他是孩子生父也没关系。为了验证副校长说的真假，他们再次来到女孩家中，果然在床下发现大量的试卷。当妈妈看到这些试卷后，才知道女儿的成绩都是假的。 임신했다는 소식보다 더 슬픈가 보네. 就在这时，浩凯接到国搜科电话， 친자검시 결과 나왔어요. 폰으로 보낼게요. 打开手机一看，亲子鉴定匹配成功。为了不想当妈妈的面讲出来，浩凯将女孩叫到房间，将匹配结果拿给她。当看到亲子鉴定结果为99.99%，而对象正是死去的吴成，这让他一下慌了神。 너도 몰랐구나. 原来吴成生前多次帮他补习考第一，而他却违背承诺，拒绝和吴成继续恋爱。伤心欲绝的吴成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，当场身亡。想到这些，女孩后悔不已。 제가 잘못했어요. 浩凯表示这些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如果不是家长逼得太紧，你也不会做出这些事情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一切已经太迟，一对父子的命就这样没了。